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季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季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父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厮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以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，就是在调查蜀红丝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季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，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，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系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系得轻一点。
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是我小瞧了季娘子的本事。自从在雷祖记上被花掌柜掣肘，我便学会了未雨绸缪。但凡要事，必两重计划，有备无患。你能以权压人，让桑长史出面替你办事，我自然也能借更大的事，压制桑长史的行动。上次是桑14，这次是当今圣人。季娘子以势压人，借力打力，和我所为岂不是一样？哦，自然不一样。我可从未有过害人的心思。好人不作恶，不一定是因为心善，有可能是没这个本事。没了红花饼，我还是染制出了朱颜驼。娘子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？阿兄阿娘，记得多购红花饼等原料。朱颜驼用量极大。那封家书，你那时便在想着给我设套。原本我只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谁知娘子咬了钩，买空了市面上的红花饼，而用茜草代替红花饼的法子，早在我研制朱颜驼时就有了。你算计成功，那又如何？红花饼买空，无人知晓是我牛府所为。至于购置的钱额，更是不值得一提。可是你输了。我想牛五娘子还没有尝过输的滋味吧？输？季娘子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。造册文书和红花饼，一不留神就可以将你压得无法翻身。可于我而言，不过是顺手一挥。况且，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。我的婚检，想请季娘子瞧瞧。牛五娘子还真是舍得下功夫啊！你以为这等把戏我会信？若是不信，季娘子为何脸色这么难看呀？哦，季娘子可以亲自去问问赵二郎君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。宁五娘跟我说，你们要成亲了。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这是真还是假？日子定在了月尾。为什么？
牛五娘对我一见倾心，祖父知道了，便去牛家提了亲。我不要听这个，我要听你的理由，为什么？但是郎君要是出尔反尔，破镜重圆，那我便无法手下留情了。为什么？那日我去见你，是因为我知道他囚禁了你。你都知道？我知道，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莹莹，这菜你赶紧摆，来，正找你呢。这没摆齐呀，这菜越冷不好。这你爱吃的哈。对，我爱吃。你们怎么还没动筷呀？不是说好了你们先开始吗？是我们家菜不好吃，还是我们家酒不好喝呀？啊，没有，特别好，正宗好菜。来，酒来了，婷儿，快给大家倒上。今日季家大难不死，今夜咱们好好庆祝一番。对，今夜不醉不归。哎，那把酒倒上吧。啊，来，酒倒上。来，我倒。来。今日我们这宴啊，目的是为了庆功，别的事情都不重要。你们也放心，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我。但是呢，我今日让大家久等了，我先自罚3碗。第一碗，好酒啊娘！第二碗。接下来要敬3碗。这一碗敬阿娘还有阿兄，谢谢你们一路上对我的支持还有呵护，让你们担心啦。这一碗，敬我们飞花会。来，若是没有各位兄弟姐妹信我、护我，便没有我们今日的旗开得胜。敬大家！哪儿的话呀？要是没有你，哪来的咱呢？是吧？就是。虽然爷这屁股都颠破了，但是圣人口谕，刀下留人，这爷能吹一辈子。他是吹一鼻子，说自己屁股颠破。我们也吹嘛。干了。好难呀，别再喝了，还有一点。这一碗敬我阿玉，谢你无畏风雨，救我于危难。但是那1贯钱你记得还。哇，哎呦，这酒挺烈啊，娘。哎，你们干嘛呀？怎么不喝不吃？是我们家的菜不好吃，还是我们家的酒不好喝？来，大家动筷子吧，快倒上，吃喝，动筷，来，夹起来，来，酒也倒上，来，今天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，来，来，哎呀，来啊，娘一起，来，不醉不归，来，不醉不归，来。
英英，你知道阿娘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你阿爷吗？你阿爷他呀，心里只有知锦，整日耗在锦房里。他看上去不解风情，也不够温柔，不够体贴。但是他可以为了我倾其所有。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值不值得托付，不光要看他平日里的表现，还要看他遇到磨难时如何选择。若这个男人为了权势利益可以抛弃你一次，那么日后他便可以抛弃你100次、1000次。像这样的人，弃了不可惜。你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人让自己伤心难过呀。傻孩子，哭吧，啊！想哭，你就痛痛快快地哭出来。哭过之后，就把该忘的人忘了，再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那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呀？私事未了，没心情做后事。这是枸杞子、菊花丝、水煮猪心，清肝明目，益心安神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想说我缺心少肺，脑子不清醒，眼光有问题？我后来想了想，他其实也没有如何对不起我。来，你还是多喝点啊。我说的是真的。自从我家遭难，他便施以援手，不离不弃。便是我家宗亲也不曾做到他这样。他懂我，任我天高海阔，从不逼我去做淑女。为了我隐藏自己的才华，为家中唾弃。只是我跟他道不同了。他爱的不是权势，而是权势所给他带来的安稳和自由。而我要走的是另一条路。你就不会找一个道相同的？算了，从今往后还是自己好好走自己的路吧，不一定要有同路人。还是放不下赵秀月。我与他相识相知这么多年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？但谁说放不下就不可以继续往前走呢？如今飞花会因为朱延陀名声大噪，正是乘胜追击的时候。
我在想下一步该如何。染丝只是景业的一小环，还是得致敬。停！那小子说的对，生意才是医你的良药。谁？原来阿玉说的是杨警官啊！杨警官要见我，是有何要事啊？啊，本官近日心情烦闷，就想找个人陪我说说话，陪我散散心，解解闷儿。那杨警官便是找错人了。我还有事要忙，先告辞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不想知道。这叫蜗牛湖，把所有的烦心事放在这里，都会沉入湖底，消失不见。试一试。送给你。但是我放弃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河灯一支30文。30文，这么贵，能不去抢啊？我又不是没放过河灯，不过2文。我这个叫洛神灯，相传是当年洛神用过的。洛神用过的啊？哼，多个名字就要多这么多钱，哪个冤大头才买？你随我过来。我阿姐这酒叫做文君酿，难道说所有喝文君酿的人都是冤大头吗？无论是这文君酿也好，还是那洛神灯也好，不过是多了个人名，这大伙儿啊就都喜欢来凑热闹了。季娘子难道不想凑这个热闹吗？我懂了。你再与我说说蜀地还有哪些名人吧。我读书少，不知道。在外游历多年之人，便是读书少，见识也不少。大不了我赚了钱分你一些便是。
杨静兰。嘘，别凶！亏你要吵醒我阿娘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国亏啊，国亏！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堂堂正正的从你们家大门走进来？国亏啊，国亏！你记住了，不管是墙头还是正门，凡是正人君子，都不该随意到未出阁的小娘子家里来，徒惹非议。哎，季娘子，你真是何意啊？难不成你是想留我喝杯茶？杨警官不是喜欢飞来飞去吗？何必走这个门？还是说走那儿？那我还是走这儿吧。如此，多谢季娘子指点。那我这便去做自己的事了。多谢杨警官今日宽慰。还有就是，早点休息。一日消息传出，这益州城死了第4任警官，全城风声鹤唳，朝廷派下督察。这不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吧？那不妨好好聊聊。哎呦，小诸葛也在这儿呢。哎，他没跟我说什么来吧？杨警官好身手，若不是我今天带够了人手，恐怕就让杨警官逃跑了。事已至此，有些话我们不妨放在明面上来说。青城山上埋的警官可不多你一个。牛五娘子这是何意啊？这是杨警官奉宫中令探查蜀红司，如今蜀红司就在眼前，杨警官可以跟宫中交差了。蜀红司绝迹多年，牛五娘子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牛五娘子既有如此诚意，那我也不妨实话实说。我来这益州只为升官发财，之前多有得罪，实属无心。若娘子不弃，我愿鞍前马后，听从牛五娘子的差遣。你看，小诸葛笑得多开心啊！他这个人啊，这一生就想干一番大事。诸葛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有了牛五娘子和牛将军的撑腰，想要干一番大事，岂不容易吗？我就知道，杨警官定会从善如流。文书我已经替你拟好了，至于这官印，杨警官的官印，我就不代劳了。只需杨警官派人将这蜀红司送入长安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便不分彼此，共享富贵。保护娘子！
梁警官，这是何意？你的人欺负了我的人，我若不讨回来，日后我的人该如何幸福啊？梁警官当真是性情中人。没有脾气的人才更可怕，不是吗？这蜀公司在送往长安之前，还要拿到警官府进行核验。牛五娘子，不妨让我拿一缕回去走走过场，可好？请便。但是我还是要多说一句：明日这厮会随着你的文书一同进入长安。若往后出现什么纰漏，首先问责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请牛五娘子放心。娘子，这杨静兰真的可信吗？我自然是不信的。但是他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这益州城不能再司警官了。不管他是真合作还是假屈服，如今我们都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船翻了，谁也活不了。难遇上青天。哼！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叨扰了。等一下，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业了？季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季娘子这是准备给我割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季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
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金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父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厮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，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于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，就是在调查蜀红丝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，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，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系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系得轻一点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那厮不能往宫里献。现如今你把这假的都送到了长安，就必须得承认它是真的。
牛五娘就是想用这贾世红，将你捆成一根绳上的蚂蚱呀！不送，他怎么会放过我们？青城山腹地有一处名叫三潭的地方，你可听过？听说过。找人去那附近找找，尤其是在路过有蓝色野花的地方。你之前去过哪里？青城山。这就对了。你看，这种蓝色都在矿物染料中提取，很少在草本中出现。我所见过的只有一种野花有这种颜色。它长在三潭边。好，去吧。长安那边，杨三郎，你这是在赌命啊！你怕我死啊？那到时候让人给你换一个既听话又稳妥的同盟，那岂不是更好啊？牛瑾不是回城，他怕是比牛五娘更不好对付。恭迎牛将军回场。张刺史客气了。牛将军护佑剑南道百姓，劳苦功高，辛苦辛苦。1年不见，牛将军还是威风依旧啊！牛将军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为您备了接风宴，不知可否赏光啊？你是新任警官？下官杨俊兰，见过牛将军。杨家大郎几届锦王盛名在外，不成想三郎也这样一鸣惊人啊！竟然做了益州城的警官。牛将军妙赞了，我呢也是第1次为官，还请将军多多提点。刘瑾手握兵权，战功累累，是节帅手下第1员猛将，他自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但是，他只是个副都督，就算他再狂妄，终归还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人家都说于掌柜不通人情，我看并非如此。人情是要给有人性的人做。没有人性，哼，我理他做什么？多谢于掌柜夸赞。您今日约我在此，可是那些衣服做好了？啊，那衣服就在对门的铺子里。晚些时候，请季娘子衣冠。季娘子这些好主意，跟谁合作，对方都会欣然接受的。为何找我于家呢？飞花会刚刚成立，有名气而无底蕴，和大景户同盟自然是最好的。于掌柜为人正直，人心宽厚，自是殷殷首选。季娘子若是一位男子，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千秋万载，成事的女子亦不少。
有八卿，有卓文君，还有武皇，哦，还有女娲。人是女娲造的，说明本就是女子造了这世间。阿翁言浅了。方才郎君在我阿耶面前不卑不亢，进退得宜。看来郎君是想通了。我只是尽一个丈夫和女婿应有的礼数罢了。郎君适应得这样快，倒是令我有一丝后怕。既然成婚已是事实，即便我心中不悦，我也会以一个丈夫的责任待你。至于你，我不奢望你能孝敬公婆、和睦妯娌，但希望你能略懂一个儿媳起码的礼节。街坊乡亲们，少林爷老曾言：“小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，道出了我们蜀锦的风流灿烂。前不久，我们飞花会借青莲居士、女教书等名士才女的诗词，挥发灵感，与余家锦合作，做成10种华服。今日与大家共赏。蜀红，蜀红不是早就没了吗？没有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季家以蜀红丝闻名，家父去世后，蜀红丝也随之绝迹。但蜀红一词，它的原意是指蜀地染出的红色。小女不才，不能重现我阿耶的蜀红丝，但是我能为大家现看更多的蜀红。此衣名唤山花蔓，是用朱颜驼、绯色、水红3色混合而织就。这以青莲居士诗歌自成一段风流。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自玉眠轻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此衣名唤九霞，留银红做主色，丁香和橘红为配色，乃是取自女教书的诗词。酒席分为9色霞，武陵仙玉五云车。春风因过东君社，偷样人间染百花。诸位，接下来为大家奉上《虞美人》。好看的，只是那头上的花和脸上的胭脂，老天爷！
这是赵家的迎亲队，莫要挡道，速速让开。哎呦，你们赵家真了不起！这么说，整条街道都是你们家开的喽？就是，先来后到这个道理懂不懂啊？你们不懂，3岁的小孩都懂。就是。你们要是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哟，千万别客气！来，怎么不客气啊？你想怎么不客气啊？不客气，来呀，来呀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告诉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快让！不让开！说了我们不让！咱们谁都不行！让！今日是赵二郎君的大婚之日，我们让一让，又有何妨？牛将军在此，谁敢不来呀？你看看，这半个益州城的权贵不都到了吗？13，十全大吉。心腹马鞍平秤过，称心如意，世代平安。望庆斩拜，夫妇一体，携岁永离。束带结凝妆，牵绳入洞房。好了，这里不用你了，下去吧。贤婿留一下。哎，赶紧，把今天赚的钱数数。我们跟于家46分成。行，46分成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没少赚。不好了，赵秋元染出了蜀红丝，
杨警官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你当众断一断，这蜀红丝是真是假？刘将军，这蜀红丝真假肉眼难断，但下官记得，当年蜀红丝过碱水而不褪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上碱水。 请各位勘察。恭贺赵二郎同献蜀红丝。刘将军，赵二郎君既染出了蜀红丝，又是未来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！杨警官，这蜀红丝，诸位，可还有人？ 有异议啊！我有异议。季娘子来的正好，看看与你阿耶的蜀红丝有何区别呀？ 是的，即便你再机敏，也无疑是匹夫撼树。三思啊！这丝颜色不对，真正的蜀红丝经碱水，颜色分毫不褪，可这丝却暗淡了。诸位可以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若是以前的红有10分，那如今便只有7分。 大家可都看出区别来了吧？田旭，你辛苦染出的蜀红丝，现在季娘子在当众质疑你，你不说就。 人亦当有风骨。
今日我便不信，在场只有我季英英一人能看出这丝褪色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以景为生之人，辨色能力远超常人。今日是非黑白，均在诸位一身。我恳求诸位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看看是否真的丝毫不差。诸位，此事关乎蜀锦技艺，倘若这千秋蜀锦仅凭一家之言，怕是也走不到今天。还请诸位三思，恳请诸位直言呐！刘将军，晚辈眼拙，着实瞧不清这褪没褪色。不过我曾亲自摸过季家染制的蜀红丝，这手感确实是不一样。师傅。你就是想当众问个明白是吧？好，本将军帮你问。杨夫人，这可是蜀红丝啊！民妇只懂生意，不懂织锦，所以也看不出这丝有什么区别。孙掌柜，你说是蜀红丝吗？自然，自然。王掌柜说，千真万确，这确实就是蜀红丝。大家觉得呢？确实是蜀红丝。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。英英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权势。金娘子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，你又何必自欺？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